然后再来下一个看起来很恶心那个看起来像是一点点蟑螂在墙上的那个是什么什么向日葵，反正就这种瓷砖贴啦，有没的，看起来就是很诡异的情况，看了就恶心啊。这个就是奇葩的房东，反正房东就是这样，很多老灰啊房东老人房东根本就不会善待租客，他也不觉得善待租客，这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地主跟佃农，你知道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他也不想管就都烂烂的，然后那个租客也不愿意去帮房东整修房子，他当然不愿意我干嘛要去帮房东整修？这些投资又拿不回来，就这样，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情况，就是便宜的房子都很烂然后好的房子就都会很贵。那中间出现了有整理过，然后那个价格也优惠也适中的房子根本都不会释出，就会变成学长传学弟，学姐传学妹，这样一路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一路给他租下去。好物件在市场中真的是不会释出，这个什么东西啊？高雄在地人闲聊，0元租金住台积电旁边，50万装潢钱换 1.5 年免缴房租的真相。先说结论如果现在给你一间废墟，然后不跟你收房租，可是你要自己付钱把它装潢起来住，你愿不愿意真的有人答应了嘞，很厉害。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对女性不友好的装潢，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不用房租就能住在台积电旁边一个很神奇的在地新闻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台积电周围房价涨，高雄房东出奇招，付50万装修费，免费让你住1年半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台积电进驻高雄楠梓然后那边的租屋市场现在变得很热有一个屋主突发奇想，他把一间屋龄53年的2层公寓，这有点奇怪，我看起来像透天反正屋龄53年，然后他以0元低价出租，条件就是什么，租客必须自付装修费用。那房子长怎样来这边有图片，反正就废墟真的是废墟你看就废墟目前没办法住人都要大整理的。那你花钱装潢的话房东就不收你的房租，这样你猜猜看房东为什么要开这种条件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他心里想的是想要找到长期居住的房客，他就不想要频繁的更换，因为你钱给他花下去了你就会在那边很久了，就这样，等你走了以后，那些基础建设我可以留着继续用就这样。这个案子是怎么样？这个案子被一间人力公司租下来做宿舍使用那装潢费用的部分是这样是双方各出资50万元，总共100万元的装修费。所以那个房东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出，都叫你出，他也是出了一半，然后来美化这个废墟就对了，来让它能够产生住人的价值。那这种案例老实说在租屋市场里非常的罕见真的是很罕见。比较常见的是店面出租例如说你看这篇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台南第一间中西区金店面每个月100万出租那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它租赁的期间从今年直接打租约到什么时候？民国129年就这样长达16年，其中今年10月到明年1月为承租人的装潢期免计租金房东为什么那么大方？人家一打租约打那么久打16年那所以房东才会免了那个租客前3个月说好就这样那我也未看先猜，今天讲的这个楠梓的案例租约应该是也打了很长，打了5年8年之类的，不能说你叫我出50万来装潢然后虽然不收我房租，可是你明年你就收回去了，我靠，我就是花50万来住了，你知道。好，所以说这个一定都会换到打很长很长的租约应该是打5年为单位比较合理，不然你光整理这一间，虽然它在台积电旁边可是整理的时间可能就要这废墟就要抓3个月到半年了那你这样子跟人家打2年的租约而已，一定是换那个租客出钱的租客怕被房东赶走，被白嫖这样。所以你要知道楠梓的租屋市场现况也来讲一下说现在楠梓租屋市场的状况是怎样，怎么会有那么奇葩的案子然后还真的有人买单。来，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楠梓租屋
件数从前年的674件增加到去年的1237件，成长率达 84%，很夸张呢。台积电进驻之前，当地套房的租金约为6000元左右，现已上涨至9000到1万。你不是说你看这涨几千块，不是，你来算那个百分比，你看这恐不恐怖哦？那目前市场上这个套房的数量需求量还是很大，然后套房数量供不应求你看楠梓2房房型租金约2万，3房平车则达25000块，所以楠梓现在的租屋市场就是涨做一个供不应求，租金就是暴涨中。所以我也未看闲财，承租这个新闻中出钱帮忙改废墟的人力公司它主要的业务就是服务台积电跟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人力派遣就是我们之前讲说的老大来了，小弟也要跟上嘛，就是相关供应厂商这种外围组织，这是怎么讲？台积电侧翼是不是？那只是说他没有像台积电这么有实力所以就是先用租的方式来处理。我也预告一下你现在看楠梓的租屋市场很热不过我个人看接下来亚洲新湾区也会很热甚至是更热楠梓、北高雄现在有台积电台教，那亚洲新湾区呢会有国际大厂做软体的，跟国内的 design house、IC 设计也在那边帮忙台教，未来也会相当的夸张。只是说现在的舞台都是给北高雄。最后你要知道，你可以参考这种操作吗？先说结论我认为很困难，你要把它当成个案来看会比较实际。你看这个案子最后承接的是谁？公司行号，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接？他们觉得说这不对吧？那么零元出租这一定有鬼一定有鬼那公司的话就去跟他谈谈看就这样。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接受说我今天来租个房子，结果我搞得我要掏个50万100万来装潢，等装潢好了以后，然后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收走了，那些装潢我带不走不是便宜的房东不是这样。就算房东愿意打10年租约，换租客自己在想我可能也住不到10年我就要换那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就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在现实层面就有它的难度但如果这个案子它就发生在我随便讲发生在捷运忠孝复兴站，走路5分钟之内就会到的老公寓，我未看闲财，就真的会有包租代管公司会冲进来，然后跟房东签好签满5年1000的但是他看能不能就是有个默契，接下来你都钱给我就对了我可能这间房子我都跟你住了20年，到你都更就这样。好地段的威能就是这样剩下就包租代管制去美化那个房子一样也能租掉。就算是废墟，在好地段的房子还是会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处理它的。最后我来补充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日本的变体做法我认为蛮有趣的，你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日本现在有推一个东西叫 DIY 型租赁这个有在推指的是谁？指的是日本的国土交通省，这我也不知道什么单位可能像台湾行政院或内政部这种，他颁布了一个叫 DIY 型租赁契约范本及指南那就政府有在重视的意思就对了。总之就是说内容是什么？就是租客跟房东讲好说哪一区可以让租客自行装潢那将来等租客搬走的时候，租客是不需要恢复原状那这样房客就可以这样安心的做自己想要的装潢，那房东也可以直接出租。出租什么？出租无力修缮的物件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做法日本就是这样嘛，有相当多的老房子，那屋主又没钱修你没钱修不好租，即使它地段很好那现在有一个租客说不然我来处理你租金看怎么算我很便宜，或者是前几年都不收那我就跟你租，我就来处理这个。这对房东来说叫做何乐而不为我说真的，如果我遇到的话我也愿意，因为那个租约换到就很长，你知道吗？可能就5年以上的，那你爱改你就去改都没关系。那最后我来问你你认为忠孝复兴捷运站这么热闹精华的地段，走路5分钟之内就会到的老公寓，要0元租给你几年？你会愿意自己花50万100万的装潢去装潢那个租屋处0元租给你3年 B 5年 C 10年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
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了。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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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整理了一点就是奇葩的状况，就是现在很多那个房东就丧心病狂只要租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地方他也给他生出来。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这都网络上找到的第一个，你看这很夸张这看起来像是怎么有微波炉，又有抽油烟机，又有一个马桶，对不对？很奇怪马桶呢，厕所它怎么会跟厨房摆在一起？这就是房东在那边乱改反正生得出来，租便宜也是有人要租这样也可以，真的很神奇耶。你看这个厕所跟厨房这样子接在一起，我未看先猜，那个粪管就是直接接在底下原本那个厨房流理台的排水。我跟你说他们孔径不一样，所以这个马桶很可能会有就是冲不下去的问题之类的没的，然后中间就用一个浴帘这样子隔起来，很垃圾就是你何必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个看起来很恶心那个看起来像是一点一点蟑螂在墙上的那个是什么什么向日葵，反正就这种瓷砖贴啦有没的，看起来就是很诡异的情况，看了就恶心这个就是奇葩的房东。反正房东就是这样，很多老灰啊房东老人房东根本就不会善待租客，他也不觉得善待租客，这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地主跟佃农，你知道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他也不想管就都烂烂的。然后那个租客也不愿意去帮房东整修房子，他当然不愿意干嘛要去帮房东整修？这些投资又拿不回来，就这样，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情况，就是便宜的房子都很烂然后好的房子就都会很贵。那中间出现了有整理过，然后那个价格也优惠也适中的房子根本都不会释出，就会变成学长传学弟，学姐传学妹，这样一路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一路给他租下去。好物件在市场中真的是不会释出，这个什么东西这洗手台看了就恶心然后来我们来看下一张，这是搭出来的东西，你不能直接说它违法还是怎样因为那个是夹层，夹层就是只要它没有到它1/3的面积，然后有申请建筑物的变更、装修室内变更的许可证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好就长这样，这很诡异这都是硬要生出什么，硬要生出睡觉的空间，就会长这个鸟样子，底下有床然后上面好像也有一张床就看起来很莫名其妙。然后你看现在的这个东西它恶心在哪里？你看起来亮亮的嘛，看起来也还不错。我个人认为它恶心的地方在它的那个挂帘有没有都白色的，你把它都拉起来之后，看起来会像一个大灵堂就这样会长成这样。我们再看下一个，来下一个我们乍一看看不出问题，
对不对？你乍看，这沙发这个看起来蛮好的啊，问题在哪边？你发现了没？奇怪，怎么会有一个浴缸？浴缸就是这是客厅吗？怎么会说这是现在是怎样？是温泉旅馆吗？就这样。房东真的很厉害啊！你说这个房东到底是好房东还是烂房东？你说他好嘛？他把浴缸跟客厅沙发放在一起你说他烂嘛？他提供给你按摩浴缸，纠结人性是复杂的。好，然后你看下一个租金7000的独立套房这根本就是阳台，就不知道哪来的公寓的阳台或华夏的阳台，然后就塞了一个就可租补，我们租金7000就伸出一个边边角角这样子也要去租。我看了我实在是觉得有点，反正我们在高雄还不需要做到这样那个台北北漂年轻人的生活真的是太苦了，苦到爆。那以高雄来说，这种房子一定是租不出去了，一定就租不出去了。高雄还不需要去搞这个东西我们都能买到正常的2房，买到正常的3房2厅平面车。我说中古的话，当然新房子现在有越做越小的趋势，那是另一回事。总之，你奇葩格局，现在如果这东西像我们第一张那个厨房、微波炉跟那个马桶放在一起，你在高雄绝对租不出去，就不会这种东西也看得出来，表示什么？市场中真的还有人可以接受。无言，我是认为说我们能够做房东，我的命已经很好很好了，我们就去善待这个租客善待租客，你就租客认真挑嘛，你看起来一个肥累了，你就不要租给他嘛那你就看到比方说是护理师伟大的护理师、医护人员，那看他要什么家具家电我们都补给他嘛就是这样，也算是做一个社会上的贡献，积德这样子。我自己是这样想，在高雄这种房子绝对是租不出去的，而且一定会被延上。可是在台北这种东西好像很正常我印象中我之前也看一个什么哈哈台哈哈台他也讲说台北的奇怪的租屋处真的很奇怪，那些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就好像没有什么人权这样，都是北漂北漂问题真的很多。你要找到那种奇葩的房子你来高雄找，我跟你讲你找不到，那一集节目就做不起来还是也有的话那个提供给我说不定那个在招租的时候我跑去拍。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
那加这个赖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